假如能把一支草缸坚持维护10个月，你将看到水草状态巅峰的景象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期视频应该是有史以来时间跨度最长的一期。如果屏幕前的你能耐心看完，一定能收获很多新的关于草缸维护技巧。关于这支作品的相关设备和水草品种，我都放在简介或评论置顶。按照我的惯例，在开始创作一个新的作品之前，我总是先习惯提问3个问题：我想创造何种类型的造景？我能接受的维护频率是多少？我应该选择怎样尺寸的缸体？这3个问题足以帮助我在短时间内做出最合适的选择，避免在繁琐的信息对比中浪费时间和精力。在当时，我能确定的第一个点就是我已经有了一个1205050的缸等待使用。开缸的月份为6月底，正值夏季，与之联想到夏日清爽这4个字。若干小缸加上去年晒作，我的日常维护打理已经非常消耗时间和精力，放弃阳性槽已是板上钉钉的选择。此外，考虑到成本方面，素材库已经挑不出几块优质的大岩石，木头倒是有不少。最终，我确定了造景的基调，比如有大型缸、低维护、沉木造景、绿色、清爽，也为今后解读这个作品拥有更多的理解。素材的部分，我大多选用40至60左右的植物木飘枝，摆放的走势按照放射线性的思路去做，这种造景方式对于初学者来说非常合适。像这次我就没有垫格子板，原因有几点：素材不需要特殊摆放角度，其二不会使用到重量巨大的素材，最后我不在乎缸底产生的轻微划痕，索性不铺。我选择先做好骨架，然后铺设底床，以方便后期的沙泥分隔。用大量枝条连接的骨架，首先它的构图美感是基于线条的走势去引导焦点，优点十分明显，第一眼视觉冲击力较强，缺点是无法做到像一整块木头或石头创造更多阴影、更自然的细节。平静过后，明显少了点耐人寻味的气息，这些我都明白。所以我在配饰的细节设计上尽量下更多的心思，由大块黑云石顺应左部分的木头走势，组成一前一后、一明一暗。中部在木头的错落中搭出一个半封闭的洞穴，以增加神秘感，同时还能给生物们作为躲避的区域。右边更多的摆放方式以线性进行，把素材最优质的一面展现出来。最后，素材的多样性决定了自然感，方的、扁的、平的、尖的都可以组合在一起。同时，布置一些小碎石也是很有必要，能在前期水草长得不是很茂密时增添一些趣味性。说到这次种草的话，虽然缸的尺寸相对比较大，但是整体也就花了1个小时。可能是提前做了布局规划的缘由，再一个水草的品种也是一个因素，使用大量水蓀、蕨类基本是不需要种植的，而墨丝除了标记好的木头上需要绑的部位，其余都用片状的石块将其绑住，哪里需要放置哪里。刚好这个步骤是可以在缸外进行的，自然效率就高。绑墨丝的线是普通的缝衣线，到了约3个月后，我会将其拆除，让墨丝自然而然地攀附在素材上。插叶铁皇冠和矮种黑木蕨是比较容易养护的品种，在成景后配合合理的修剪，它们一定会成为整个作品中最抢眼的角色。
最后我和大家分享一下，这段时间以来，不仅造景的风格调性是在不断变化，新的设备和新的维护理念相互融合，才有现在这番景象。比如 UV 杀菌灯、低定泵的增设，使得我能在低维护的前提，将缸内的平衡保持到一个不错的状态。这对于我一个小型工作室来讲是锦上添花，感觉玩草缸造景突然变得轻松不少。